大家好，我是青航老师。这课呢，我们将强调一下第一章里边的重点，需要注意的点，还有呢，给大家提供一些训练素材。首先就是胸腔，除了胸腔上窄下宽的卵圆形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，我们还要掌握各个角度的胸腔的造型。虽然说呢，不同的角度差别并不大，但是胸腔下端的开口形状比较关键。我们看一下这张图里边，每一个下端的开口的形状呢都有所差别，尤其是这个仰视的角度，这是从前面仰视，这个是从后面仰视，还有几个后边稍微偏平视一点的，这个稍微偏仰视一点，不同的角度它的形状都有所区别。想要掌握好胸腔，那么这个一定是要解决的。然后不同角度的胸腔上端的圆面大小，这个也是要注意的。从侧面来看，它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斜面啊。那么这个斜面的高度，也就是从正面来看它的一个高度。那么我稍微俯视一点或稍微仰视一点，这个面的大小就会改变。稍微俯视一点的话，这个面就会变大；稍微仰视一点的话，这个面就会变小。我们要在脑海里建立起胸腔的这个立体造型，有了这个立体意识，那么你面对不同角度的模特，你就能够快速的分辨清楚它的胸腔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。在这个人体中，对于胸腔呢，建议大家加强练习，最好呢把这些胸腔每一个至少画5遍，或者说画到熟练，画到掌握为止。然后下一点就是整个肩胸部的骨骼结构，胸腔的一个基本造型，判断好它的上窄下宽的一个基础型，然后呢再去完善它的一个基本造型，就是它加上这些面，不同的角度，这个面的大小要对，角度要对，然后就是它的胸骨以及这个剑突这些结构，再然后呢就是加上它的锁骨，不同角度下看它的锁骨长什么样子。还有这个俯视的，把这个画熟练了以后呢，就是再加上它的肱骨上端。如果你能在模特中画出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骨骼结构，那么肩胸部这里呢，人体这一块呢，你就掌握了一大半了。因为接下来的肌肉呢，都是依附在这些骨骼结构上的，骨骼基本准确了，那个肌肉的附着点的位置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再注意一下它的形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再接下来是肩胸部的整体的造型，这些图呢也是建议大家反复去临摹。我们可以在这个图里边去绘制它的骨骼结构。这个手臂抬起来，它的肩三角肌转过去，肩三角肌的轮廓就变小了。然后这个人呢比较强壮，他的胸大肌还是比较厚实、比较发达。去分析他的肌肉结构。那这些内容都是咱们这个练习册里边的内容。如果有练习册的同学，可以在练习册上去画；还没有练习册的呢，可以照着这个图来画。我会把这些图片发给大家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